越过现实的海，抵达想象之外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域。今天我们回到4500年前的古埃及，去看看吉萨金字塔群。如今仓皇的残垣，鼎盛时却是3座熠熠生辉的巨石神迹。我们出发吧。星际之门在运河上空碎开，蓝色光点涌入水雾。公元前2490年的吉萨迎面展开。我们落在雪松木货船船头，船腹切开绿水，甲板白石被粗绳牢牢捆住。港口比想象中热闹，纸草船挤满河面，两岸土坯仓库和石码头连成片。运河外侧是麦田、牛群和棕榈。清晨水汽把金字塔白影推到天边，水手赤着上身，黑红肩背一起绷起，粗麻绳从掌心甩向岸上木桩。码头石台上，皇家监工拖着纸草板，眼线像刀口，分派每队搬运者。巨石被推上木雪橇，10几个人贴着绳索使劲，原木轨道慢慢滚动。雪橇咬着木轨往前挪，摩擦处卷起浅烟，工人的手掌贴住木梁。红花岗岩神庙就在前方，搬运队抬着货箱进门，亮水声一下被黑暗吞掉。门扇在身后合拢，港口喊声被石壁截断，只剩脚步在大厅里回弹。这座大厅远比想象巨大，无数根红花岗岩方柱排成林子，柱影伸向暗处。墙角高处开着窄缝，夏至日光从那里切进来，照出石面细小刻痕。几束金色日光落进尘埃，香烟和灰粒在光里飘动，四周安静的吓人。脚下雪花石膏被磨到能照人，红柱倒影铺在地面，像另一座倒立大厅。阴影里坐着卡夫拉的绿色闪长岩像，实质温润，脑后神鹰贴住王冠。太阳神祭司站到神像旁，头顶剃得干净，白袍垂到脚踝，豹皮横过胸口。他赤脚走过地面，豹尾扫到腰侧，每一步都避开那些锋利光斑。青铜香炉倒入墨药，穿过升起的白烟看去，神像后的侧门开了一线。门后是一条上行石廊，雪松木门板退开，祭司侧身让出通往西方的路。长廊笔直抬升，白色石阶一层接一层，尽头被高处的光吞进亮雾。两侧墙面刻满浅浮雕，红、黑、蓝，矿物色都还很新，人物线条干净利落。丰收女神举着权杖，反绑战俘站在脚边，刻痕边缘完全没有风化。我们沿石阶往上走，脚下没有散沙，石缝填着白灰，长廊像斜插的尺子。前面祭司队伍抬着暗色神教，教顶金鹰随步子轻晃，没有半点杂乱。赤脚踩在石阶上，皮肤和石面反复摩擦，滴滴的沙声顺着长廊传开。头顶石板间开着矩形天窗，强光每隔几步落下一块，把队伍分成几段。白色石粉在光柱里飞舞，右侧墙上的小石门露出来，热风钻进门缝。推开小石门，刺眼日光扑过来，封闭长廊突然断开，眼前只剩高台和天空。平台用大块白石铺成，边缘下面是一座人工深坑，空间一下沉到地底。坑中央卧着刚完成不久的狮身人面像，红赭石矿物漆覆盖巨大身体。
他的胡须完整，前爪伸在石座上，周围没有围栏，只有石灰岩护墙。侧脸线条挺直，黄蓝头巾贴着脸颊展开，红色面部显出石头纹理。爪子和胸膛近的能看清刷痕，矿物漆不光滑，像一层干透赤泥。双眼嵌着青金石和白石英，蓝色瞳仁盯着东方，给巨象添了一点锋利。低处仰看，头巾像两片展开的翼，脸上没有断裂，只剩刚刻完的完整轮廓。我们从护墙边退回地道，方形门洞重新对准上行方向，下一段路通向高原。雪松木大门被推开，门外白光涌进来，守门人和神教都被照成小小剪影。胡夫金字塔突然占满视野，纯白斜面从广场拔起，顶端尖属尖石刺进蓝天。走进塔角，白色外壳严丝合缝，像刚被工匠擦过。贴到石缝前，两个巨块之间只剩一条细线，手指找不到空隙。广场铺着乳白方砖，太阳被地面反射回来，热浪让塔角边缘微微晃动。黑色石槽旁停着太阳船，船身附着金箔，两头高翘，像被固定住的弯月。靠近船舱，白色亚麻帘垂在小圣龛前，金箔一片片贴合在木身上。士兵立在神船旁，白裙干净，青铜长斧竖在胸前，眼睛盯着广场入口。我们沿胡夫底座往东走，左侧白壁一路延伸，前方祭祀神庙门廊慢慢靠近。进入前庭后，脚下颜色忽然换成黑色玄武岩，红色方柱围出肃静空场。低头看，玄武岩方砖厚实粗粝，砖缝笔直，沙粒卡在缝里。红花岗岩方柱一根根立起，柱面刻痕和黑地面对着白塔，三种颜色分明。南侧地平线上，三座王后小金字塔并排站着，体量小很多，却也包着白石。热风穿过柱廊，把细沙推过黑色地面，沙线在柱脚之间一缕缕划过去。从柱间望向东方，尼罗河平原是一片绿色，水稻和棕榈在高原下方铺开。守卫背对我们，握着战斧，肩膀汗水顺着皮肤往下走，人群在神庙边低声移动。神庙门洞里飘出墨药白烟，神像轮廓藏在里面，烟气慢慢散进烈日。前庭尽头出现向下的石阶，黑色地面在边缘停住，下方是尘土翻滚的工地。走下台阶，完工神庙的秩序被甩在身后，低洼岩床里到处都是石粉和人声。一条深灰泥砖斜坡横过洼地，斜坡顶上人群排成线，像一条用力的脊梁。拉绳苦力，10人一组一起用力，脚掌抠进碎石里，麻绳勒过肩膀留下后结。阳光穿过石灰粉，工地里出现一束束白色光柱，呼吸时喉咙都能尝到干粉。工人的肩膀被粗绳磨出硬茧，一道道清晰可见，贴在皮肤上结成岩痕。地上散着青铜凿和玄武岩石锤，凿口卷起，绿锈夹着新鲜金属刮痕。老工匠半跪在石槽旁，一手稳住短凿，一手抡起圆石锤，碎屑贴着手腕飞开。长绳队伍沿坡道拖动木雪橇，石料在身后缓慢上移，泥砖斜坡磨出道道痕。穿过粉尘，前方终于出现宽阔石板主干道，路面笔直伸向高原西南端。主干道两侧排着白石木室，尽头的门卡乌拉金字塔露出红白分层身形。左侧卡夫拉金字塔贴近视线，
完整白色外壳盖住山体，脚下人小得像刻痕。抬头看塔尖，金银合金顶石借助正午太阳，尖角处炸出短促金光。这道金光并非装饰，它把整座塔和太阳连在一起，让人很难一直盯着看。大道两旁的马斯塔巴墓排列整齐，低矮平顶，白石墙面像一排切齐的石盒。门卡乌拉越来越近，红色基座占住视线，上半部白石和下半部花岗岩分界分明。走到塔基下，16层红花岗岩一层层叠起，颜色和前2座金字塔完全不同。热浪在石板路上扭动，人影和幕墙被折成水波，空气像被火烤过。红石墙外架着棕榈木脚手架，草绳节点密密麻麻，方格影子落在石面上。站在塔角仰看，红色基座像一面巨墙，白色上层从他头顶收向天空。工匠在木架上来回穿行，脚下只有绑紧的棕榈痕路，每步都踩着石屑和尘土。一个工匠蹲在架边，左手按住青铜凿，右手握着墨绿色石锤，眼睛盯死落点。石锤砸下去，红花岗岩溅出细碎粉末，短凿在石面上留下一排排浅槽。墙面上有一道笔直分界，左边粗糙坑洼，右边被反复磨平，能隐约映出人影。工匠脸上糊着红色粉尘，汗水顺着下巴滴下，身后的脚手架还在剧烈晃动。木质滑轮吊起石料，粗麻绳被多人拉住，石块离开地面时，所有人都屏住气。阳光穿过木架，方格影子印在红墙上，敲击声、拉绳声和喘息声混成一片。顺着完美的工程中轴线，我们退向西北角，登上高原边缘那座方形石器观测台。狂风从台边刮过，耳边的工地声被吹散，整个吉萨高原在脚下铺展开来。3座完好无缺的纯白金字塔并排耸立在黄色高原上，像3座人造神山。烈日照在白色外壳上，塔顶的金属尖石折射出最刺眼的金光。这哪是一座坟墓？古埃及人把河流、沙漠和天上的太阳全都钉进这套几何里。日头缓缓攀升，3座巨塔舒展绵长的暗影，稳稳负压住整片苍茫高原。浓重塔影缓缓漫过荒漠边际，温柔笼罩下方生机盎然的尼罗河谷。绿野、村落与河道次第沉入阴影，天地之间只剩巨石构筑的庄严秩序。凡人的烟火岁岁更迭，转瞬消散，唯有巨石建筑定格了千年山河。时光从不会为文明驻足，可古埃及人以匠心为骨，巨石为坚，封存了永恒的辉煌。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。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